最相连的药，你必须助我重临世间，认我为主。秦明此次作为已不留余地，未能抓住这个叛徒，是阴阳寮之耻。别来无恙啊！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娱乐有意思，我是吃瓜看戏不嫌累的陈词。这个礼拜我们要来介绍的这一部，在数位串流平台上一共有2部姐妹剧的仙妖类奇幻电影，一部叫做《弑神令》，另外一部叫《阴阳师秦雅集》。你为何对妖如此痛恨？因为我母亲就是被妖狐所杀。传说中，我的母亲就是只妖狐啊。2部电影，不管是《弑神令》还是《秦雅集》，都改编自日本知名的作家孟辰墨的小说《阴阳师》。不过，《秦雅集》的导演还有演员、制作群团队和《弑神令》是完全不同。《秦雅集》的导演找来的是《小时代》系列的导演郭敬明来担任编导，演员群则找来台湾到大陆发展的男演员赵又廷，搭档上新生代实力男演员邓伦。另外，前阵子传出秘密产子的女性王子文也在演员行列之中。把秦明拿下。守护秦明大人。不要！当然，整部电影可以看到相当华丽的特效以及服装布景，因为剧组找来的是顶尖团队一起合作。当然，电影的剧情重点着重在安平时代的阴阳师安倍晴明，为了斩妖除魔，历经了各种危险还有挑战。当然，这部电影出来之后呢，后续的另外一部电影也被拿来比较和讨论。这一部就是秦雅集的姐妹剧《弑神令》。就在今日，群妖必将大举进犯，众弑神需舍命作战。今日都要偿还旧债。夹着高话题还有高知名度的卡司阵容，《弑神令》被说拥有华丽金奖团队加持，找来多年的荧幕情侣档周迅还有陈坤合力主演，另外还有香港男星陈伟霆。只是这一回，周迅还有陈坤2个人从荧幕情侣档变成抛下旧爱反目成仇的 CP 档。秦明。陈坤在电影中饰演的角色是半人半妖的混血蛇妖主角秦明，而周迅饰演的则叫做百逆。因为妖皇不断的蛊惑身为半人半神的齐明，要齐明跟他合作，还强调齐明跟他有着相同的血脉。当然，因为秦明是半人半妖的身份，所以当他在修炼成阴阳师的时候，就会受到不少的议论。不过弑神令的齐明个性是比较顽劣，不止法力高强，也很会打斗，同时也收服了不少妖怪，当做他的弑神。反观《秦雅集》里面由赵又廷饰演的齐明，比较没有那么着重在他自己是半人半妖的身份，他的血脉也不是蛇妖，个性上也比较泰然自若，同样都很聪明，但是施法布阵比较多，反而打斗部分就少一点点。另外，收服的妖怪外貌也都是人，而不是像《弑神令》里面都是妖怪。当然，2部改编自同样小说系列的电影，主旨就是要表达说，世界上的人和妖原本都是应该和平共存，但是却在一场意外大战之后，妖就被限制在妖域里面。广泛一点的含义呢，就是要来控诉人类是不断的在扩张自己的生存领域，有意无意的威胁，甚至是灭绝自然万物的续存。当然，这个故事是用奇幻来包装现实预言。当然，也有些观众认为《秦雅集》和原著是比较雷同，而《弑神令》的故事呢是比较不够扎实啊。不过，《弑神令》的演员卡司却是十足的引发话题，尤其当观众看到演员卡司找来的是陈坤还有周迅，就让不少的观众眼睛一亮。
毕竟他们两个是睽违7年再度携手合作。众人皆知，陈坤还有周迅私底下两个人情感是相当深厚。以男方的角度而言，他们是一对铁杆的好兄弟；以女方的角度而言，他们是知心的好闺蜜，甚至交情好到两个人选择住在同一个社区，还是同一栋楼，仅仅楼上和楼下的差别。上一次来那个坤儿来了，陈坤来了，坤儿啊，跟你说死党，死党对，你俩住一个小区吗？住楼上楼下，真的呀？真的。你一跺脚，他不就上来了吗？不是，他一跺脚我就上去了。真的？对。在你眼中，坤儿什么样的一个人？坤儿啊，坤儿，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特别的不说话的，对，他是那种，真的啊。现在呢是搞坏了，怎么回事？将近20年的交情，得从他们合作的第一部作品开始说起。当时他们拍电视剧《像雾像雨又像风》，这一年周迅才26岁，陈坤24岁，两个人都正值花样年华。但刚开始合作，对彼此的不熟悉，陈坤还有周迅都不是个爱讲话的人。要拍情侣戏的时候，陈坤回忆当时的状态简直是糗到极点。我跟小迅是，她有点像我师姐。完了之后，我从第一次拍电视剧《像雾》的就跟她在一起。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抱她，还全身发抖，她现在还在嘲笑我。你发抖？我发抖，我一抱她就会抖。小迅她的个性跟我的个性是，心里明白了，话很少。我现在已经变成话痨，但还是没有变啊。陈坤称呼周迅永远叫小迅，而这个昵称听起来是格外的宠溺。但其实周迅竟然比陈坤还大2岁，但一直以来始终都有种陈坤是以哥哥在守护妹妹的感觉，甚至陈坤不怕私生活被打扰，自家大门永远为了周迅而开。你们是不是住很近？然后会发生不让他睡觉。然后猜对了一半，猜对了一半。前面不让他睡觉，是不是你得去他们家？对呀。然后是他一叫你，你就会去吗？对呀。你胡扯！我特别累了，我特别累了，你下来不让我睡觉，对，完了就要凭什么说，你在楼上，你下来吧？哼，我不下来，是吧？我有吗？当然了，并且不仅仅不让我睡觉。然后我们要聊一些很深刻的话题，对，非常深刻的话题，就是属于那种就是精神内核、潜意识啊。叫你又不来，来了你又不走。曾经就有香港媒体报道，因为拍到周迅还有陈坤一起吃饭逛街，甚至疑似有一些亲密举动，让人怀疑两个人的关系并不单纯。事后陈坤公开发文，声称两个人被拍到吃饭逛街，完全不用大惊小怪，因为他们是死党，也是闺蜜。就这样，铁哥们即便有了各自的家，但这种友谊的互动却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我跟他多少年了？反正也快将近20年了，20年了。她属于你男闺蜜型。闺蜜对，是吧？对，无话不谈的。对，而且就跟坤儿的儿子玩。真的？对。你和坤儿聊天，对，完高先生跟坤儿的儿子去玩去了。对他们两个玩枪啊，两个孩子一样。对。然后我们两个就喝酒聊天，然后那边有2个孩子跑来跑去。周迅身上有几根毛，陈坤比谁都还要清楚。身为好朋友，陈坤却从来没有干涉过周迅的感情生活。当周迅跟朴树还有李亚鹏、李大齐等人交往的时候，陈坤尽管看着周迅被人宠爱成公主，也看过周迅失恋时被伤得体无完肤，甚至最后跟高胜远的婚姻以失败收场，陈坤都没有干涉。而这不干涉并不代表不关心，而是他们深知彼此是最重要的朋友，只有陪伴才能让彼此走出人生低潮。而当周迅知道陈坤当起单亲爸爸，他更把陈坤的儿子悠悠当成自己的儿子在照顾。有的时候陈坤忙于拍戏，周迅还会以干妈的身份去学校接悠悠放学。周迅的妈妈也把陈坤当成干儿子来疼爱照顾。有些时候他那个在房间里看动画片，我会把他揪起来不让他看。就是等于他在他的节奏里面，你会根据自己的那个，你想跟他聊内核了，对，你就把他抓起来了。所以这个缺点其实是非常不好的。没有，其实朋友很享受。我觉得还蛮享受的。你继续这样，对我们觉得我有被虐倾向，继续。不怕彼此随时来打扰彼此的雅量，让周迅还有陈坤根本就是少不了彼此。
2001年起，他们几乎每1到2年就会有一部合作的作品。2008年的电影《画皮》更把2个人推向新的事业高峰。有我在这里，没有人敢欺负你。我只想做你的女人，哪怕只有一次。当时周迅的一个眼神，差点让他夺得金马。陈坤也毫不吝啬，把舞台努力让给周迅。这种被外界称为根本是错过爱情的友情，让周迅还有陈坤延续了20年的好交情。之后的《龙门飞甲》还有《画皮2》，都让宣传方打着周迅还有陈坤这一对最强 CP 闺蜜携手作品来拉抬声势。尽管外界都认为周迅跟陈坤根本就是个性相投的一对情侣，但现实是陈坤从来没有出现在周迅的男友名单当中。比起当恋人存在彼此的生命当中，陈坤还有周迅早就已经到了只要一个眼神就能秒懂彼此的阶段。因为你照顾我的方法很多，其中有一个方法是什么？批评。谁才会批评他？陈坤还有周迅的这种友谊啊，已经超越了亲情，甚至比亲人还要懂自己。2018年，周迅和陈坤合开了一家经纪公司，共同提携年轻演员。2个人之间的友情是最舒服的距离，互相不影响对方，但最需要彼此的时候，随时都会出现。人生中如果有像这样的挚友存在，根本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吧。如果你也喜欢陈坤还有周迅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如果你也觉得《侍神令》还不错，很好看，或者是《晴雅集》就是你喜欢的电影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喽。娱乐有意思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想看最新影剧话题，打开 YouTube 搜寻中天娱乐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要开启小铃铛，精彩新闻不漏接。